上集说到，联邦社区爆发了游行抗议，民众们想让帕梅拉把他那个为非作歹的儿子交出来，必须还大家一个公正的交代。抗议的群众围满了广场上，帕梅拉刚走出行政楼，迎面而来的就是震天的呼喊声，都在让米尔顿家族下台。见到这种情况，帕梅拉根本就不敢多做停留，在士兵的保护下径直坐进了装甲车。可上车后，他才看到旁边的墙上居然写着米尔顿一家是杀人犯的字眼，这可让他怒火中烧。这帮低贱的平民也不想想是谁建立了这个地方，竟然敢如此的侮辱他，简直就是忘恩负义。愤怒的他直接调整了频道，然后面无表情的拿起了对讲机说道就在他通完话的1小时后，联邦的外城涌进来大量的丧尸，这就是所谓的 B14计划。帕梅拉这个女人眼瞅着民众群情激愤，恶毒的她直接打算用外在的危机淡化内部的矛盾。此时的广场上，人们还在叫嚣着抗议，大喊着要公平正义。A swarm has been detected 5 miles out. Lockdown has been instituted by order of Governor Pamela Milton. Return to your homes immediately. After curfew, anyone found on the street will be arrested for their own safety. 听到有丧尸来了，刚刚还气势汹汹的民众瞬间变哑火了。他们在围墙内被保护了10多年，哪有什么能力去应付丧尸？刚好现在施行了宵禁，士兵们也有了正当理由驱逐他们。而本应该今天调休的罗西塔也是穿上了铠甲，因为狮群来袭，他们必须得过去将丧尸引走。俩人刚坐上车，对讲机就响了起来，表示狮群已经突破了第2道防线，请求支援。20分钟后，诺瑟他们终于是赶到了外城的边界处。他拿出望远镜看去，只见密密麻麻的丧尸已经来到了第3道防线上。而就在刚刚，他已经派出去了2个小队，准备分开将狮群引走。这时罗西塔不解地问道：“外城的守卫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狮群会这么容易地走进来？”诺瑟无奈地告诉他：“这种事很常见了，每次有民众们想做些什么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罗西塔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心里对帕梅拉那个当权者更是鄙夷了。诺瑟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真诚地说道：“在这里我能信任的人其实并不多，虽然你才来没多久，但我知道你是可以信任的那一个。” If you need my help out here, I'm your girl. But you want my help back there, it's not for me. My daughter and my family will always be first. I respect that. If the time comes and you decide to go and you need help getting out. 就在罗西塔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个小队的求救。诺瑟赶忙启动车子朝着西边赶了过去。西边这个小队为了躲避丧尸，不慎出了意外，他们的车子侧翻在了平原上。就在2个士兵恐慌不已的时候，诺瑟开着车赶了过来，而罗西塔则从副驾移动到了机枪位，准备进行火力掩护。其中一个士兵招呼同伴先走，他留下来掩护，而同伴也不墨迹，赶忙趁机坐上了车。罗西塔则火力全开，勃朗宁重机枪的威力着实不凡，丧尸成片成片的倒地。就在他们准备接应另一个士兵的时候，却出了意外。只见几个丧尸已经抓到了那个士兵，使他一时难以摆脱。诺瑟见状，赶忙伸出手去拉他，可那几个丧尸的力气很大，死死地抓住士兵，硬是不放手。诺瑟心里焦急万分，他不愿放弃任何一个部下，双方直接是僵在了原地。最后在一番拉扯下，士兵被活生生的撕裂成了2半，简直惨不忍睹。望着士兵的惨状，诺瑟等人痛心不已，最后也只能无奈地驱车离去。这就是末世，谁也不清楚厄运什么时候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当然，边界上发生的事帕梅拉不可能知道，她现在正为儿子的事头疼着呢。即便知晓了，也只会认为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狮群本就是他命令手下故意放进外城的，虽然这样做的效果是治标不治本，狮群危机一过，那群民众肯定又要折腾，可这也给了他喘息的时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给儿子洗脱罪名。这时房门被打开，公子哥一脸憔悴地走了进来，他最害怕面对的就是母亲的那张脸。帕梅拉一瞅消失了几天的儿子全虚全已的回来，赶忙关切地走了上去拥抱他。公子哥没想到妈妈还真的挺关心自己，
一旁的由美子也吃了一惊，她有些纳闷，怎么是卡罗尔把公子哥给带回来的？抱了一会儿后，帕梅拉直接赏了公子哥一记耳光，这个不争气的玩意儿丢光了他们家族的脸面。Told you I shouldn't have come here. Look at me! What did you have to do with all of this? Say, Mom. That story is a lie. 帕梅拉心里门清，自己的崽是什么德行，她能不知道吗？ I think we can help each other. And who are you? 卡妈说道：“我为兰斯工作，但他现在在外面正打着你的旗号围剿我的朋友们，我需要你出面制止他。”帕梅拉疑惑地说道：“我对此事毫不知情，另外我也没看出来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卡妈继续说道：“如果你的儿子没有做那些残害无辜的事，那肯定是其他大人物做的。”这句话相当于在明示帕梅拉该如何去做了。不得不佩服卡妈的这个计划，简直两全其美。一方面既解决掉了兰斯这个威胁，另一方面又帮了帕梅拉一把，赚足了人情。而与此同时，在外边的达里尔等人还在与兰斯周旋着，他们已经被围剿了2天2夜了，包围圈也是越来越小。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密集的脚步声，他和玛姬赶忙躲进了一旁的沟槽里，刚进到里面便有大批的士兵手持步枪搜索了过来。瞅这架势，兰斯是铁了心的要弄死他们。士兵刚离开，加百利3人便摸了过来，他们刚刚去侦查了，表示情况有些不太乐观。兰斯这个混蛋已经兵分2路，彻底的将这片地区包围了起来。You should go east before they fence it. Is there any way to get behind them? Not without them spotting us. Unless they never see us come. 安妮的目光看向了路面上的下水道井盖，看样子他是打算从地下穿过去。不多时，5人便进到了下水道里，准备偷偷的摸到士兵们的后方。他们还没走多远，便有2只丧尸拦住了去路。亚伦和达里尔一人一个，轻松的将其拿捏。接着一行人发现了一个缺口，等他们走进去才发现，这是到了忍者神龟的老巢了。只见到处都是废弃的生活用品，瞧这架势已经沦陷许久了。咱也搞不懂为啥老美的下水道空间会这么大。We keep going that way. We should come up right behind them. 他话音刚落，只见一只丧尸晃晃悠悠的从角落里走了出来。达里尔见状，心里有了想法。Maybe we can get them to come down here to us. 其他人愣了一下，这是要钓鱼，这个主意不错。老家当即便对着头顶连开数枪。半小时后，2个士兵被枪声吸引摸了下来，他们小心翼翼地扫视着周围，并没有发现有人，只是看到了一只被架起来的丧尸在不断挣扎。俩人懵逼了，这是什么行为艺术？就在他们上前查看的时候，老六们出手了。他们刚把俩人控制住，就看到兰斯带着大批的士兵冲了进来。这货早就料定有诈，所以才派了2个士兵打头阵。可他也小看了达里尔几人。这时外边又赶来一大批的士兵，将他们团团包围了起来。马基等人见状，心里皆是咯噔了一下。这个老狐狸果然狡猾。周围的士兵不断的大声呵斥着，让他们放下武器，并且放了总管大人，否则他们会直接开枪。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诺瑟带着帕梅拉终于是赶了过来，卡妈和尼老板也在后面。瞧这架势，应该是达成了交易。达里尔可不知道那些，让他放下武器是不可能的。兰斯可是他们活命的筹码。帕梅拉走到达里尔面前说道：“你听到莫瑟说的了，放下你的武器，现在可不单单是你们的事情了，我需要他活着。”达里尔对此充耳不闻，他才懒得屌你是不是州长，现在没有什么能比家人同伴的安全重要。Not here. Not like this. Choosing this piece of shit? If I was, you'd already be down. Do what you fucking gotta do. Hero. What have you done? 达里尔没有再说话，他不相信联邦的任何一个人，但他相信卡妈，于是便放开了兰斯。兰斯这家伙见自己安全了，直接给了达里尔一个充满杀意的眼神。弩哥也不惯着他。兰斯的惨叫声响彻整个下水道，帕梅拉紧张个不停，他生怕这个家伙会冲动的宰了兰斯，这可是他儿子的替罪羊啊。你老板笑盈盈的看着这一幕，他就喜欢达里尔这脾气。Don't worry. You'll live.